明天范彪就來要賬了，咱家那10两银子拿头去還，乾脆把大丫头賣給他抵債吧。范爷说了，除了免債，還能再給咱半代糟糠。也是個苦命的，誰讓她是個丫頭，不能傳宗接代，只能怪她命不好。賣我，想得美！我堂堂現代食品高材生，沒帶任何超能力，就靠這雙手和腦子裡的知識，還能讓半代糟糠給憋死。作孽呀！老天爺這是要絕我們的活路！你們看看這水田裡，全是這些揮着大鉗子的红殼水蟲。這鬼東西把我家僅剩的那點水稻根莖全給剪斷了。昨天我想下地拔草，還被他狠狠夾了一口。這哪裡是凡人的害蟲？這明明是滿天白花花的银子。只要用高溫去腥提鮮，這就是古代餐飲界的降維打擊。林老漢，10两銀子，今天连本带利该清了。没钱，这丫头我带走。范爷，您带走，全当抵債了。這丫頭勤快，能幹活。慢着，10两銀子是吧？給我3天時間，我1分不少還給你。你家連米缸都見底了，你拿什麼還？拿西北風嗎？拿田裡那些紅殼水蟲還。哼，好，就給你3天。3天後見不到銀子，你家這破房子還有你，全歸我。我們走。沒有油，乾跑就完事兒了。爹娘，這就是咱們家翻身，把地皮踩在腳下的寶貝。明天我就去縣城的夜市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可千萬把車給我看好了，別給我弄壞了啊！放心吧，王大伯，我保證完璧如照，賣完回來分你50文錢租金。城裡人又不是傻子，誰會花錢買你這破蟲子？哼，等他碰了槍，哭着回來的時候，就會乖乖聽話，給范爺當丫鬟抵債了。绝世佳肴！这不是水田裡的紅殼水蟲嗎？一股子泥腥味，怎麼吃？此物名為小龍蝦，是我秘製而成。今日第1天開張，前3位免費品嘗。在下願做這第1人，若真美味，必有重賞。客官，這蝦要這般剝了蝦尾，吃着蝦肉，再蘸蘸這底湯，味道才地道。麻、辣、鮮、香，泥腥味被紫蘇完美化為鮮甜，一把來3大碗。太玄不要求裝滿適合，10元1碗，满手紅油吃的狼公主樣。第1桶金拿下。小娘子，生意不錯啊，是不是該表示表示？我這小本買賣賺的都是辛苦錢。再說了，縣衙有規矩，不許地痞流氓收保護費，你這不是讓我為難嗎？在這條街，我就是律法。難道這朗朗乾坤就沒有講理的地方嗎？今日若哪位公子出言主持公道，終生免費暢吃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強搶民女，該當何罪？宋刑土規定。誤會，你給我等着！賴三、范彪，等着吧。沒有辣椒，沒有八角龜皮，光靠紫蘇和野花椒，口味還是太單一了。調料受限是個大問題。林老漢，3天期限到了，10兩銀子準備好了沒有？要是沒有，這丫頭我今天可就帶去衙行了。就是，衙行那邊連賣身契都準備好了，趕緊叫人。范爺，您這說的是哪裡話？我們家什麼情況您還不知道嗎？大丫頭，這都是命啊！你跟范爺走吧，以後哪怕是做個粗使丫鬟，好歹能混口飯吃。誰說拿不出10兩？這裡是2兩碎銀，外加8吊銅錢，按大宋市價剛好折合10兩銀子。白紙黑字，銀計2清，把借條拿來吧。啊，這怎麼可能？你一個足不出戶的村丫頭，去哪裡弄來這麼多錢？你是不是偷了哪家大戶的錢財？夜市市城那裡有我的出攤稅契，整條街的太學生都能為我的生意作證。我是靠自己雙手賺來的乾乾淨淨的錢。怎麼，
范姐難不成想反悔，在大庭廣眾之下強搶民女？算你狠！沒想到你這丫頭還有這等手段。借條給你，咱們走着瞧。從今天起，我不欠任何人。哎呀，大丫头，你竟然真的賺到錢了！快把剩下的錢拿給爹，有了這些錢，你弟弟明年就能去學堂了。爹娘，這2兩銀子已經買斷了我對這個家的所有債務，剩下的錢是本錢，誰要是敢動，我立刻掀翻攤子，大家一起餓死。你怎麼跟長輩說話的？我不白住家裡的。從今天起，家裡的米面糧油我全包了，但我做生意的事，你們不准插手過問半句，明白嗎？明白。你放心做生意，家裡的事儿我們絕不插手。掌櫃的，這粗鹽怎麼賣？小娘子，這是官府鹽鐵司出來清鹽，30文一斤。這麼貴，而且這鹽味道發苦啊！這可是官府專賣，哪有不苦的？要想不苦的血鹽，那得是达官貴人享用的，1两银子1斤呢。氯化鎂和氯化鈣嚴重超標，這種粗鹽完全破壞了鮮甜，我必須提寸鹽。掌櫃的，給我來50斤這種粗鹽。50斤？小娘子，你買這麼多鹽幹什麼？家裡醃菜用。我在後面做事，誰也不准進來打擾。一場跨越时代的化學降維攻擊正式開始。第一步成功了。成了。要想做出制霸高端市场的冰镇甜辣小龙蝦，我還缺白砂糖。黄泥水淋糖法該登場了。古代制糖工藝落後，連達官貴人吃的都泛着黃褐與焦苦。今天我要做出大宋朝第1罐白砂糖。大丫頭，你挖這黃泥巴做什麼？我不是魔怔了？那可是幾十文錢買的黑糖啊！你這敗家丫頭，摻了泥巴還怎麼吃？娘，您仔細看下面。這是什麼？雪，下雪了，甜，一點苦味都沒有，簡直比王母娘娘的仙丹還要甜。這拿去賣，1兩白霜換1兩金子呀！大丫頭，你是神仙下凡嗎？這就叫白砂糖，管好你們的嘴，泄露半個字，咱們全家都有大麻煩。掌櫃的，這種罐子我要20個。小娘子，這可是西域運來的琉璃，1兩銀子1個。小娘子，今日無論你有多少，本公子全包了。這是琉璃，就用如此珍貴的琉璃罐裝紅殼水蟲。此蝦名蒜蓉冰鎮甜辣小龍蝦，秘制飛雪鹽與白霜糖淬煉，去盡苦澀，只留純粹鮮甜。帶琉璃罐一起5兩銀子1罐，每日限量15罐，先到先得。5兩銀子買1罐蟲子，瘋了吧？我要3罐！1碗利潤頂替限令半年俸祿，這就是技術降維打擊的暴起。大哥，那丫頭1碗賺了70多兩，咱們收半個月保護費都沒她1天多。這紅殼水蟲居然這麼值錢，生意絕不能讓他獨吞。明天夜裡叫上所有兄弟，咱們給他來個釜底抽薪。夜路極其警覺，除非有人潛伏，否則斷不會在此刻驚飛。夾竹桃之夜，想在水源地投毒，范彪手段真是下作。既然獵物入套，那我就給你們唱一出瓮中捉鱉。王總標頭，我要雇傭12個身手敏捷、做事穩妥的鏢師。林姑娘，這縣城治安尚可，難道是要運什麼奇珍異寶？不運金銀，運石頭。只有一點，絕不可傷人見血，只有往生活捉。事成後，每人10兩銀子。林姑娘放心，保證完成任務。看準了，那是料水和水冲，今天讓他牢底坐穿。动手！不好，中計了！快撤！不用兵刃，全部活捉！范爺、賴三哥，大半夜帶毒汁來調味嗎？林婉，你算計我們！蓄意投毒，謀財害命，人證物證俱在。現在只是小打小慶，是時候建立我的商業版圖了。300兩白銀啊，
姑娘真要買？300两，分文不少。今日过户，这铺子我要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叫林氏真香楼。继续高价采购，遲早暴露机密。配方是命脉，我必須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。王掌柜，帮我雇一辆马车，我要去城外30里的入海口。在常人眼中，这是寸草不生的死地，而在我眼里，这就是一座露天金礦。林姑娘，您真要买那片种不出庄稼的死滩？我不种地，地势平坦，想建几個晾曬海貨的工坊，還要招30個口風嚴的長工。只要給口飯吃，絕不多嘴，絕不多嘴。開閘，引海水入池。神了，竟像山泉一樣。把清水引向鐵鍋，加大火力，開始熬煮。平火，快速撈取晶體，滷水全部倒掉。這是貢品血鹽，林東家，您到底是人是仙？這是獨家秘方，工錢3倍，但若有半句泄露，直接送官查辦。藏保密。地基一打牢，餐飲帝國從此起航。壟斷水路的曹幫盯着這塊肥肉了，真正的暗賬現在開始。林掌櫃，生意興隆啊！雷舵主大駕光臨，小二上2份蒜蓉蝦。哼，少來這套！既然靠水發財，就得守曹幫規矩，每天5成利潤作為平安錢。商賈只向官府繳稅，何來平安也一說？在水上，我曹幫就是律法，我保證你的船靠不了岸，水蟲進不了城。做生意靠手藝誠信，絕不交冤枉錢，慢走不送。大娘小心啊，前面路滑，吃壞肚子可沒人醫。東家，服個軟吧，幾百斤的損耗可是天文數字。服軟，既然客人進不來，那咱們就讓菜自己走出去。去招募50名熟悉小巷的腳夫，讓後廚定制加厚保溫竹盒，所有蝦全裝盒。商業封鎖，那就讓你們看看什麼叫現代外賣撲送體系的降維打擊。路堵不住小巷，每單另有賞錢。你們就是真香樓的專送員，足不出戶，半個時辰內，熱騰騰的小龍蝦直接送達。3天之內，那丫頭必定跪着來求。雷舵主真有雅興，剛才家中剛用完真香樓的蝦，味道好得很。這怎麼可能？舵主，外賣專送生意火爆，後院都忙不過來了。時代變了，收過路費得先追上我的外賣小哥。曹幫底蘊深厚，技術升級勢在必行。東家，曹幫封鎖了城外3條主幹河道，貨船全被攔在30里外，雷虎放話絕不放行。庫存僅剩2天，一旦斷貨，那些預定席面的富商鬧起來，咱們每天幾百兩的流水全完了。水路走不通，那就改走陸路。箱子太沉，山路崎嶇，腳夫根本挑不動。若減少殘重，成本高的賠本。現代物流和核心是紙箱，宣紙雖貴但脆弱，我何不造一種專門用來包裝的硬紙？告訴腳夫改為陸運，以後不用木箱了，我要造出比布帛輕、比竹細硬的紙。備車，立刻去城外工坊。第1組收乾蝦殼，第2組砍竹剝桑皮，第3組收集草木灰。東家，蝦殼腥臭，桑皮難燒，這些廢料究竟有何用處？這些廢料就是咱們鋪就金光大道的基石。保持火候，溶解硅膠，提取纖維。這竟是廢棄蝦殼和竹子所造，簡直是點石成金。太輕了，這回一次能背6個。放棄水路，改為山道運輸。
每趟50文，当场結算。林婉那丫头此刻定在哭着筹钱交保护费。舵主，火箭鬼，真香楼不仅没倒，生意比前2天还火爆。不可能，原料是怎么进城的？是山路，他们造出了一种神奇纸包，几万人背着盐糖硬生生运进来了，比船运还快。包装解决了。雷虎，既然你敢封路，那我便用这暴力的文化指示，彻底砸断你的脊梁骨。去请雕版师傅刻制一精美的图文菜单与外卖宣传单。古代酒楼全靠口耳相傳，我这精美的图文菜单便是降维级别的品牌营銷。竟用此等名贵紙张印菜单，好大的手笔！这又开始映润，是四处处裱画的灵俊之宝。若纸价能降，我大宋得多出多少栋梁？寒门求学不易，今日捐赠10万张硬白紙，供猪肝挥毫。疯了，那是真金白银买的纸。舵主，满城读书人都念他好，甚至有太学生放话要联名告御状。水都压不住，这书生护身符惹不起。垄断文化市场，你们曹帮未来只能是给我运纸的苦地。谁是林婉？速速出来迎旨！你就是做出红壳水虫、造出廉价白纸的林大善人。公文称你献上3样祥瑞，圣上特命本官前来核证。老狐狸县令为了政绩，把我的产业包装成祥瑞上报，倒省了我不少通关打怪的麻烦。若是地方官员誇大其词，這欺君之罪你可擔待不起。今日你可敢當本官的面，將3樣祥瑞一一呈上驗看？這純度竟比宮中御用的青鹽還要潔白數倍，純粹鹹鮮，毫無半點苦澀，竟真是苦澀海水提煉出來的，簡直是奪天地造化之神蹟，甜入心扉，毫無交互雜味。此等神物若供奉御膳房，聖上定會龍顏大雪。此紙成本不到尋常黃麻紙1/10，若推行天下，大宋人人皆可用得起紙，再無寒門買不起紙之苦。好，只不過，大人何故嘆息？莫非朝中遇到了難事？江南大旱，且紅殼水蟲漫爛斷道根，百姓顆粒無收，數萬災民流離失所。如今國庫空虛，無糧可調，聖上為此幾夜未能合眼。小龍蝦泛濫，國庫缺糧，這簡直是老天爺在瘋狂給我餵飯。全盤接管國運的終極奇蹟到了。大人，民女有一計，不僅能平息蟲災，還能憑空變出數萬災民的救命糧與大軍軍糧。那水蟲渾身是殼，腥臭無比，連豬狗都不吃，如何能充當糧食？剔除內臟，將蝦肉煮熟後，用飛雪鹽醃製，暴曬風乾，便可做成脫水蝦乾，半年不腐。災民只需用水一泡，加野菜煮開，即是富含油脂的鮮美濃湯。蟲災泛濫之地，皆是漫山遍野的糧倉。奇才，林婉，你不僅是商賈奇才，更是安邦定國的國士啊！3日後，欽差衛隊拔營回京。林婉，你帶上飛雪鹽、白霜糖、硬白紙與這冊圖錄，隨本官一起入京面聖。民女遵命。江南的池塘終究太小，我要在最高權力舞台上打造出一個真正富可敵國的林氏商業帝國。江南商女林婉參見聖上，願吾皇萬歲，大宋國泰民安。滿朝文武皆束手無策的災荒，你一介丫頭有何底氣敢誇海口？商賈重利輕義，鄉野丫頭懂什麼治國？定是奇技愚巧蒙蔽了錢大人。林婉所造之物，臣親眼所見，親口所嘗，確是驚世駭俗的寶物。口說無憑，眼見為實。民女帶來的第一件寶物，便是天下百姓的根基之物。極品好鹽，欲用青鹽與之相比，簡直是粗沙爛泥。甜如甘霖，純淨無瑕，不可能！簡直是文房至寶。林姑娘曾捐贈10萬張此紙給寒門學子，被尊為林大善人。好，好，好
3寶只可錦上添花，今日獻上第4寶，救命糧。这是禍害江南水田的邪物，他要毒死災民，妖言惑眾，理應下獄。災荒之年，觀音土都有人搶，為何這飽含肉質的水蟲不能吃？水蟲吃了百姓水稻，他們身上的肉就是百姓的糧。請聖上賜熱水空碗，容民女演練。准，上熱水。只需1碗開水，便是1碗富含油脂的救命肉湯。蟲災泛濫，便是老天爺賜予的免費糧倉。好，化害為寶，江南蟲災即日起交由林婉全權處置，朝廷撥銀10萬兩，火速治糧賑災。10萬兩官銀超級訂單，林氏帝國徹底融入大宋國家機器。林婉解萬民於倒懸，朕破例御筆親封其為天下第1皇商，賜皇家金牌，鹽鐵茶堂皆許專營。民女領旨謝恩，定讓大宋再無饑款，萬家燈火皆享富足。從抵債農女到第1首富，降維打擊迎來了高潮，但這僅是開始。大宋商業版圖，等我去重塑。下官率全縣恭迎林大皇商凱旋，林姑娘化解災患，讓我縣榮光遠播千里。堂堂縣太爺，竟對着咱們大丫頭行如此大帝，發達了，咱們老林家出人頭地了，快上前認閨女。凡文銳節免去，即刻張貼告示，林氏商行10文1金，無限量收購紅殼水蟲。這般收法，可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啊！朝廷10萬兩官銀做底，百姓撈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官府收購小龍蝦，10文1斤，1天上百斤就是1貫錢，這分明是活命的銀子！別閒聊了，抓緊幹活，換口糧。一場饑荒靠現代脫水生產線化解，災民得財，朝廷得糧，我穩根基，3方共贏。東家，提純海鹽的貪圖和造紙荒山全被人強行圈佔了。何人所為？城南錢老爺，他收攏曹幫餘孽，拿下地契，要咱們交100倍過路費，存心斷咱們活路。100倍稅費，就不怕貪多嚼不爛？備車去縣衙。林姑娘急着登門求人了，荒山貪圖在我名下，不拿好處，你的買賣怕是要斷產嘍。大人，妨礙欽差行事，阻斷軍需賑災，該判何罪？視同謀逆，輕則抄沒家產，重則流放。我是合法治地，他不過一介商賈。老糊塗，我是天下第1皇商，物資皆是發往災區的軍糧，與皇室專營。你圈地盤剝，便是抗旨。此人蓄意阻撓賑災，人證物證俱在，請即刻處置。拿下！其名下荒山貪圖盡數查抄充公，劃破林氏。林姑娘饒命，地權歸還，求您別抄我幾10年的根基呀！江南之地，再無對手。4大產業形成閉環，接下來我要搭建覆蓋大宋的物流網絡，終有一日，9州大地無人不知林婉之名。大小姐，江南總衙行聯合所有馬幫船隊，全面封殺咱們林氏了。咱們的商品搶光了傳統鹽鐵糖紙商的生意，他們砸幾10萬兩重金請周會長出面。
如今沒有車馬敢接單，沒有商鋪敢要貨。雖不敢動御賜金牌，但若不交出秘方，讓大家入股分住，貨只能爛在江南倉庫裡。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中間商賺差價的時代過去了，我的貨不需要你們任何一家車馬航運，更不需要任何一家商鋪賣。王八！王掌柜，拿着御赐金牌，立刻去各大州府的流云营和退伍老兵营招募5000鐵血漢子，咱們自己買馬制車，全國主干道每隔50里設一處臨時物流驿站，標準化硬直打包，驿站接力換馬換人，人歇車不歇。50里一換，日夜兼程，這樣送到京城的速度比傳統馬幫至少快了3倍。我急需懂算術、識字且品行端正的掌櫃賬房，凡願替我掌管天下分鋪者，給出3倍於同行的月錢，且分鋪內所有紙張免費供諸位使用。竟有如此物美價廉的好紙！老朽終於不用在沙盤上練字了。完了，李婉自己建車隊開店鋪，客人全跑光了，咱們的糖鋪半個月沒開張了。還用退伍兵建驿站，用讀書人當掌櫃，送貨快3倍，賣的便宜1半，質量高出100倍。時代變了，咱們被徹底掃進垃圾堆了。林大東家，我們輸了。總衙行願尊林氏為首，求您賞口飯吃，讓我們做您的加盟經銷商。我等願為林大東家馬首是瞻。想做加盟，規矩按我的來。第一，絕不允許以次充好。第二，價格必須受總部統一調控，違者永不合作。物流、渠道、銷售、輿論全盤接應，大網已成，但真正的終極考驗必將從朝堂深處襲來。大小姐，京城户部赵御史带了上百名差役，把咱們酒樓給圍了。奉王尚書之命，徹查林氏偷稅漏稅之罪，拿下！住手！林氏作為御典皇商，每月按時足額納稅，完稅憑證俱在。對方口口聲聲說偷稅，可有真憑實據？林氏宿地和直營鋪私設暗道瞞天過海，每日流水數萬兩，卻只交9牛1毛。今日賬本查定了，鋪子也封定了。果然狗急跳牆，我打破了渠道層層扒皮的體系，斷了這群貪官的活路，他們便想強吞我的產業。趙大人想查隨便查，不過若查不出證據，落得個誣陷皇商、破壞賑災的罪名，恐怕王聖史也保不住您的烏紗帽。哼，這是什麼鬼畫符？這叫複式記賬法。全國數百家分鋪，每一筆進銷存、運費及稅款均有3聯票據，用算盤一拉，必須嚴絲合縫，差一文都平不了。本月應繳商稅已於3日前全額繳庫，分文不差。這是假賬，分明設立了2套賬糊弄朝廷，給我查差，全部貼上封天。趙御史，你不敢查我的賬，不如我來幫朝廷查查王尚書的賬如何？林氏速遞車隊遍布全國，通過複式記賬法，是實際產量與上報稅主，算出王尚書私吞了570萬兩白銀。林婉的物流網竟然是一張覆蓋全國的超級情報網，這是誣陷！户部尚書王克仁貪墨鹽鐵稅款，結黨營私，罪證確鑿，以下天牢，其黨羽一律革職查辦，拿下！聖上收到林氏速遞絕密成圖的貪墨賬本後，龍顏大怒。你不愧是大宋的一雙名目。大人，此術若能推行，天下貪官的黑賬便再無所遁形。老夫必親承聖上，推行天下。商戰最高境界是降維打擊，權力碾壓在現代管理體系面前，
不過是透明的活靶子。太险了！京城毒瘤已除，林氏再无阻礙，但这庞大的財富終究要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。小姐心懷天下，實乃萬民之福。东家，西洋商会会长弗朗斯带了5艘大船到港，號稱帶着西方最頂級的寶物，正等您親談交易。最頂級的寶物，走，下去看看他們能拿出什麼新奇玩意兒。尊敬的林小姐，我跨越3大洋，帶來了連大宋皇帝都未曾見過的西方奇蹟。看，這是我們國王貴族專屬的水晶杯和極旨紅糖。拿殘次玻璃和劣質紅糖跟我炫耀，這降維打擊我都快不忍心下手。你若拿這些殘次品來糊弄我，你的船隊連回程的補接都買不起。這是對西方頂級工藝的侮辱！開眼！你的杯子連裝茶水都不配，這才是大宋的日常流利。你的糖苦澀難當，這才是大宋百姓的白霜糖。上帝啊，這是神之魔法！我願出所有金幣全部買下。我給10倍待遇，最後才是金銀結算。東方商業女王。諸位瞧瞧，我那大女兒如今的地位，便是圣上也要給我林家幾分薄面。給你們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卻不給半分核心權力，是對你們最好的安排與防備。昔日惡霸范彪、賴三已被調往最偏遠戈壁灘修路，終生無法回江南。作惡者自有天收。林東家，商科通商四海，物化工科百業待興，農科西洋番薯玉米適種成功，我大宋日後再無飢餓之憂啊！把現代科學、商業邏輯和高產熟物種下，這才是真正的降維打擊。我在加速這個文明的進程。吾等參見林大祭酒，願林氏絕學，光耀千秋萬代。12兩銀子的債務，半代糟糠的命。不，我是林婉。我不僅是穿越者，更是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無冕之王。